我们大家先看，还是我们先看我们的小稿，它的构图，大家看，它的构图是什么？它主要的景在我们的画面的右侧，是不是？哎，这样的构图方式，我们形成什么？左虚右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我们叫什么？叫虚字形构图。哎，胡须的须，这个构图这是什么？我们现代的一种构图方法，也是现在的一种笔法。好，3尺的，同学们，今天我们下午还是3尺的作品。它的构图大家讲，我们刚才讲了虚字形构图，它是什么呀？就是左虚右实，所以说我们的画面基本上就集中在什么呀？主要的景物都集中在了画面的右侧。哎，也是还是右侧为主的时候，我们先把前面的山石画出来，由前面的近景山石开始。前面的一块大山石，我把先画出来，然后我们也注意山石的时候用墨呢，哎，我们先什么？先分清墨的浓淡，是不是？先了解大家注意看，我们前面的墨色是不是？哎，以重点的墨为主。这在我们的开始构山石的时候，是不是它的墨色先要区分开来？有我们常讲什么近实远虚，就是我们的墨色上先有变化。哎，哎，还要注意什么呀，同学们？哎，我们开始画的时候还要注意它的，不是说哎你单一的画一个山石，我就用这个重墨把它画出来，是不是？还要注意它里边用什么？哎，淡墨在里边的变化。下午好同学们，下午好。你看是不是？哎，你这个结构线，我们外边轮廓线有重墨，你看它里边的结构线也有稍微重一点的墨，然后再加一点，哎，浓淡墨皴法，是不是？哎，不是单一的，都是重墨。来看，这是近景的部分大家注意看，我们勾这块山石的时候，我的用笔是不是它？你看有什么变化？勾轮廓线，大家看，注意我们勾轮廓线的时候，来看我们勾轮廓线的时候用的笔来说，都是用什么？用笔锋，是不是？哎，用我们的前面的笔锋去勾，然后呢，线条来看它的线的变化，你看都是一种，是不是？哎，这线呢都是比较什么圆润有弹性的这种线，这就是我们讲的用笔的中锋用笔，你看。哎，中锋用笔，
在皴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什么也有什么呀，对不对？哎，传统里边我们讲嘛，勾皴擦，我们现代的作品里边也会用到。大家看，哎，大家看我们这种，这叫什么？叫皴啊，侧锋过来。哎，这叫皴。轮廓线，你看轮廓线、结构线是不是？这叫勾。哎，你看皴里边的，我们把里边山石，我们皴成什么呀？皴出它的明暗，还有什么呢？还有它的纹理结构，是不是？就要把笔侧过来，来看，是不是？哎，就要有这种变化，这是用笔的产生。你笔的用笔呢？你中锋、侧锋，是不是垂直或者侧过来，它会产生不同的线变化。这是我们用笔的啊线的变化。大家注意看，我们什么？下面是墨的变化。我们怎么把这个哎墨色和我们的线把它融合在一起？来，你看，我们这样是融合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我先用重墨画一点，是不是？哎，先用重墨画了以后，我用什么呀？哎，用淡墨，我把它向下染一下，你看，就和下面的，哎，和下面的我们勾着这个线的结构把它融在一起。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啊，各位同学们，你看啊，下午好，大家注意看，我们这种融合，你看，我先用什么呀？先用重墨点了以后啊，我先把这块墨我点出来，然后我用什么呀？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再把它破一下，你看，让它和下边的线的这个结构把它融在一起。哎，这就是我们常用的泼墨的一种方法，叫什么呀？哎，叫淡破浓。大家注意看，哎，这叫淡墨破浓墨，简称淡破浓。同学们可以把我们的淡破浓，我们打在公屏上，来记一下，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现代的这个山水作品中，常会用到这种泼墨的方法。淡破浓，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是我们的山水中，现代山水中常会用到的这种泼墨的方法。来看我们这个结构和我们刚才的有什么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大家等看一下啊。哎，我也是先用什么呀？大家看，先用浓点的墨，我先把山头的部分，哎，先把它染出来。大家看啊，染出来以后，注意看，我们现在的墨啊，
来，大家注意看，我们现在的墨是什么墨色啊？大家注意看，我们现在的墨是重墨还是淡墨？来看一下。哎，先了解什么？先了解我们的浓墨和淡墨的区别，同学们，哎，先了解这个。你看，能不能同学们能不能分出来？我们现在这个墨色，哎，是重一点的墨还是淡墨啊？先了解，哎，什么？同学们，为什么我们墨总讲什么？老师总讲这个墨分五彩，浓淡干湿焦，是不是？哎，我们先了解什么样的是重墨，什么样的是淡墨，对不对？先把这些了解清楚，我们才能在你的画面中把墨的这种层次感这个画出来，是不是？哎，先了解。能不能看出来，同学们？哎，我可对比一下，是不是？哎，我们前面这个线来说啊，来看，我们把这个墨，你用这个两个这个山上的这个结构，你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们对比一下，看什么？哎，哪种是重一点的，什么是淡一点的墨？哎，对不对？哎，是稍微重一点的墨啊，对不对？先分清，哎，什么是重墨，什么是淡墨？我们在你看啊，在这个山峰的后面，来，我加一个，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作品中，山水作品中，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都会加一些这种结构。你看，大家注意看，这个结构也是啊，我们在画面常会用到的，传统那边也有，我们现代的作品也会用到。你看，大家注意看，它的结构是吧？上面呢是个平面，侧面下边就是个立面的山石结构。它和我们这个山的结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只有两个面啊，上面一个平面，下边一个立面。你看我们这种山峰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是不是前面一个面，然后左右是不是它是三个面？只有这个它这个结构是两个面。这种结构叫什么？平台，是不是？哎，这种结构叫平台，它是为了什么？为了丰富我们的这个山石这个画面结构，我们设计的啊。好，哎，我们向后再去延伸啊，你看近景、中景，下边啊远山，大家注意看我们的画山峰的时候啊，它和我们平时画山石结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大家注意看，哎，我们勾的时候，你看它的山峰结构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好，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山峰构出来以后，大家注意看，它和我们的山石啊，就是说我们讲的山石结构，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大家看前面这块山石啊，大家看前左右，你看啊，我们前面山石，大家注意看，它分着几个面儿。哎，我们先看一下，同学们，你看，大家注意看啊，前面一个，左是不是？右面，这我们同学们这分了几个面？同学们能不能看出来？我们前面的山石啊，这块大的山石，我们分成了几个面？大家查一下，前、左、右几个面？3个面，对不对，同学们？哎，3个面，然后到后面，你看下面看我们的这个山峰啊，来，我们看这个山峰的结构，大家注意看，它分了几个？同学们，你看，1、2、3，是不是？也是前、左、右，是不是？它也是一样的，同学们。它的这个山峰的块儿面结构和我们的山石的块儿面结构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同学们。哎，是一样的，我们扣个1啊。来，你看，学会了我们画山石，是不是？哎，你在画山峰的时候，它的山石结构啊，它的块面啊，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大家注意看，哎，你看啊，我们也按这个结构你去处理。大家注意看，哎，我也是分出前、左、右的结构以后，哎，来看我加一点村啊，是不是？你看加了村以后，我们是不是比较明显了？它的山石结构是不是？你看对比一下，我们前面这块大山石和后面的山峰，你看也是，哎，前面让它鼓起来，然后左右2个块面大结构分出来。好，大家注意看，画完以后，哎，我们山峰也是按我们的前面结构，哎，分它，要把它分的是吧？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哎，了解你的山峰的前后关系，是不是？你在村的时候，我们在加村的时候，就不会什么，就不会乱。有的同学就是说，总是对我们的村法来说，老师各种村法，就是我怎么觉得村出来是总是乱的，是吧？没有这个很清晰的山石结构。你看，就是你开始画的时候，先把它山石先分出它的块面来，哪是前面的，哪是左面的，哪是右面的，是不是？哪一块是我们的山石亮面，哪一块是我们的山石暗面？你分清了以后，你再去村的时候，你就能明白。来，你看，来看啊，哎，我们瀑布怎么去画？来，大家注意看，我这个小的瀑布，哎，小瀑布，大家看它的结构，大家注意看，一定要和什么呢？哎，和两面的山石啊，一定要相对应。就是说，你的水流
要根据我们的两边山势结构你去处理。山峰吸下来，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瀑布，它的方向，你看，大家注意看，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水流的位置啊。哎，大家看，我们水流位置是向左还是向右的？你看，哎，一定要看我们的两边啊，两边山势结构是不是？它是向哪个方向？我们去处理水流的方向。大家注意看，两边水口，山势结构让它黑一点。你看，这是我们中间啊小瀑布，你看它的水流方向，对不对？哎，你要和我们的两边山势结构的方向是相顺应的啊，对不对？向左，你看它的结构也是，哎，过来，向左，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阶梯状？呈阶梯状向左产生高低错落的落差，所以说你的瀑布也是要向左的。有的同学就是不注意这些，是不是？有时候你画的时候，这个结构向后面，你结果水呢向右流，有的什么四个方向，是不是？哎，左右去流，两个方向左右去流，那就不对了，是不是？哎，一定要注意两边水口的方向相对应。来，后边加一点小结构下来。来，我们看画远山，我先用，来看，我先用淡一点的墨，淡一点的墨，我先染一个远山的大概结构，来画出来，看啊。哎，就记住啊，我们画远山的时候，淡墨啊，画完以后，大家注意看，来，我画完远后，我调一点什么呀？调一点重一点的墨，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注意看，我在这个淡墨的基础上，我用什么呀？用稍微重一点的墨，我去加一下里边的结构。前面我们是什么？哎，淡破浓，是不是？后面大家注意看，我先用淡墨，然后再用浓墨去破它。这是什么方法？同学们，刚才讲的啊，一个是什么？哎，淡破浓。我们今天这个什么？这边就是哎，我用浓墨加在了淡墨的上面。它的方法叫什么？哎，就像我们淡墨的是吧？啊，画的现代作品里边啊，常会用到的两种泼墨的方法。对，浓泼淡，是不是？哎，一定要注意它的两种泼墨的方法，在我们山水画本常会用到。有的地方需要什么呀？哎，浓墨泼淡墨；有的地方希望什么？淡墨泼浓墨，要根据我们的需要。那我现在这一部分啊，这个远山我用淡墨
一定要注意它和什么呀？来，注意看啊，这个墨色和我们的线的这种衔接一定要自然。你看啊，一定要自然，不要什么，不要两张皮。有的就是处理的时候，哎，我们的这个脱墨部分和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线的部分过度的不自然，特别生硬。你看。哎，让它有深浅变化。来，淡墨是不是？哎，上面也是稍微淡一点的墨。来，我在山顶的地方，哎，淡墨的上面，我再破一下。有人问问题。哎，看一下。怎么不在上面？来，世清老师的课程在小黄车里面对啊，我给大家上架福利。江江，你看的课，你觉得不是王伟平老师在上课，你看的是谁在上课呢？朋友们，咱同学们跟那个同学说一说，这个课程是谁在上课呢？开的课是哪个老师的课呢？有知道同学们，哎，有知道同学可以打在公屏上。现在老师上课的老师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同学们应该都知道吧？现在上课的老师，我叫什么名字？有知道的同学们可以打在公屏上。对，哎，江江现在讲课的叫王伟平老师。对，你拍的课99的1号福利课就是王伟平老师的课。王伟平老师现在在我们王素华老师的这个直播号上在直播。对，王素华老师是王伟平老师的老师。对啊，你昨天就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我就跟您回答过了。你拍的99的山水课就是现在讲课的这位男老师戴着帽子的这位男老师王伟平老师的课程，是99的山水课程。不是他在讲，还有谁在讲？因为讲山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老师啊，是这个老师的老师，王伟平老师的老师叫王素华老师。对，就是我们我们的老师，就是说，就是上午讲，早上8点多讲这个花鸟牡丹的。哪不像？你说说，咱正好停一会儿，让老师休息休息。江江，你说说，你觉得哪不像啊？来，咱朋友们也听一听。这个江江同学昨天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问了我很久。你觉得哪不像啊？感觉不像，是啥不像？对，你说是这个声音不像，还是模样不像，还是说燕子雪花？你不要去把老师的痛点说出来。从手看不像，老师把手往前伸一伸。正面反面，让我们江江同学是不是感觉老师这个？你看到老师的基础课里边是不是？好奇怪。还是这个手啊？你用对手纹、指纹啥的。对，没有对指纹啊，还有是不是？因为前面老师录的基础课程，老师没有用麦克风，现在老师上课在用麦克风，对不对？这个声线是不变的。大家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你看我们同学都给出主意了，手上戴个戒指。哎呀，有的朋友好奇怪。是的啊，石青拍了课程是长期学习的，10年、20年、30年都能观看。对，所有人很纠结，说我拍的为啥不？那咋就不是了？那本来就是他呀，他不上课，那拍的课程就是他的课呀。你看我们同学都出很多的这个主意啊。老师是河北人，朋友们在哪里讲课？拍了课程在学浪学习，朋友们拍了课程在学浪学习啊。小黄车的1号课程是老师的课，现在是福利价99。对，杜月说的是对的啊。讲课的时候开始，因为老师是
直播的时候那时候冷，那时候暖和，老师是穿的短袖。那现在讲到冬天的时候冷了，老师肯定穿的是长袖。咱们不换衣服吗，朋友们？对，不能让老师一年四季穿个短袖，是不是？对呀。哎呀，大家不要问有些纠结的这个问题了啊，就是搞笑了。对，是师生关系啊。王伟平老师是王素华老师的学生。对啊，也是啊，我是在80年代开始跟着我们那个王老师就开始学习啊，就开始学习画，学习山水画啊、花鸟啊，都是一直在跟我们的王老师学习。纠结，真是纠结。这个，一个是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绝对是变不了的啊，对不对？他也是啊，比如说你看，为什么总觉得有的同学觉得老师就是说，哎，是不是没有这个想象的，就是说这个年龄那么大，是不是？哎，我们大家就注意，画画的人们，就是说搞书法呀，不管搞艺术的人们，他的心态都是很年轻，是不是？你看，来，这样我们相信了没有？哎，相信了以后，我们接着啊，来看，我们有的同学就是说画这个山的时候，他有些不注意什么呀？哎，不注意我们山脚虚的部分，大家注意看，哎，山脚虚的部分。虚的时候啊，它的线就是断的特别生硬，就是因为什么呀？哎，我们画山脚的时候注意什么呀？虚笔，哎，上实下虚，这样去处理这个山脚的部分。你看啊，我们不管画前面的山峰啊，还是后边的山峰，大家注意什么？注意它用笔上实下虚。你就是上面皴的时候。哎，实笔去皴，你看到下边都是什么？以虚笔为主，就是说，你看上实下虚，这个一定不要什么，不要弄错了啊。我们前面山石的时候可以什么呀？比如前面山石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和相反的这种用笔方法，上虚下实，你看是不是？哎。上虚下实，它的皴法是这样的，因为它画近景的山石结构是什么？上面是亮的，哎，下边山石下边是暗的。到我们上面这以后啊，画山峰的时候，因为下边要什么？要云雾去做云雾遮挡的话，下边就要什么？是虚的，因为云就是以虚的为主，是不是？它和我们下边的皴法是相反的。来，我们平台，对，上实下虚一定要记住。它的不同的笔法运用，你看，哎，我们可以在这平台上面啊，这个小瀑布，来，我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小亭子，这个亭子我们可以叫什么呀？哎，我们同学们可以想一个名字，同学们来。给小亭子我们起个名字，好，小亭子，对，半山亭、听涛亭都可以。你看叫什么呀？最简单的，我们看什么？瀑布。哎，我们在这个亭子里能看见什么？能看见瀑布。这是我们不管是我们传统题材里边，或者现代题材都可以用到的，叫什么？观瀑亭，是不是？哎，经常会用到这个方法。这个题材啊。来，下面我看紫云亭也有是吧？望江亭，望江亭吧，可以在什么？我们画什么题材？同学们，比如说画这个有江面的那种题材上，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名字望江亭，是不是？哎，这个地方
关不停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什么？哎，我们能看到瀑布的，哎，就是说，同学们记得那个古诗叫什么？飞流直下3000尺，是不是？哎，就是说这个题材加在这个亭子，是不是？这个位置来说，叫什么？关不停比较好一点，比较适合它。如果我们比如说大家再换一个构图的方法，在什么呀？我们把左边这一块我们处理成什么呀？处理成江面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叫什么望江亭？哎，要根据我们的画面，你去这个起这个名字，是不是？我们也是为什么题款有时候总是同学们会问老师为什么这个没有题款啊？是不是？因为老师画完以后啊，都要根据什么？根据你的画面的构成，我再去想题款的名字、位置，我们都能看出来。一直强调我们构图，比如说，哎，哪一个部分啊留白的地方大一点，我们就在什么地方去题款，是不是？哎，一直强调这个，但是它的名字一定是根据我们的画面组成，你的主体思想是什么？哎，要描写的景物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去题款，不是说我随意去题个款的啊，都是要老师也是想很长时间，就说这个图画完以后。哎，它的主题要表达什么？你的题款要一下就点出来，是不是？点出你的画面的主体思想，这才可以的。所以说，每次画完以后，老师要题款也是挂到我们的这个墙上以后，哎，观察一下适合什么样题款，我再去题，都是，不是说画完以后就题，都是要考虑很久才会题款。来。来看啊，我们下面这个块啊，也是让它有什么？有云去做遮挡。我们山水画中常利用什么？常利用这些烟云呐、云气啊，对不对？来拓展我们的画境啊，然后增加我们的意境，丰富我们的画面。比如说，你这个山上这幅画是不是只有什么山呐、是吧？大石头啊，大山峰啊，是不是？你没有云雾做这个点缀的话，它整个画面就没有什么，没有神采，缺少灵气，是不是？来，哎，同学们，好了啊，大家注意看，我们山石水有了，你看有了山，有了水，有了云，大家看看我们画面还缺少什么？大家注意看，还缺少什么？对，你看，同学们，哎，这是我们开始构图的时候先要考虑的，是不是？哎，先要考虑为什么我要加这个边境的小亭的？为什么要加云？为什么要加树？这大家注意看，加树的目的，我们这个山水画的山石是它的主题，是不是？然后呢，树木是增加我们山水画的生机。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哎，注意它的生机。有了树，它的整个画面才会让人有一种什么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不是？哎，就是大山石啊，特别死板的，是不是？哎，也是为了丰富我们的画面，增加我们的画面的生机。感觉哎，看这个有了树以后，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你看，来。来看，这是我们现代作品中画树木常用的手法。哎，我们分什么呀？一种是以双钩线为主的钩树的树干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双钩，对不对？双钩这个树干和钩法。还有一种呢，大家像今天看到的
我们有什么？哎，以墨线为主的数的画法。这种画数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同学们，哎，叫单钩，是不是？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哎，你看，叫单钩画数法。看这个树叶，哎，为什么同学们有时候画那个树叶就觉得它的树叶就是说一看没有水分，是不是？哎，特别这个干巴巴的那种叶子的状态，它因为什么？因为你点树的时候啊，画叶子的时候，你没有注意什么？没有注意水分，是不是？哎，没有注意水分的运用。大家看一下啊，看老师点叶子的时候。来看，哎，大家看我们点叶子的时候，它的笔中的水分多还是少？同学们，多还是少？一定要注意啊！看我点叶的时候啊，不管是我是用重墨还是用淡墨，来看一下我的水分，笔中的水分还是多还是少？对不对？是不是？哎，点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点叶的时候，你这笔中的水分是不是一定要多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注意看，我们到大自然中去看的话，它的树干一般都是说一看都是比较什么干一点，是不是？但是它的叶子都是那种，哎，含水分比较多。所以说我们点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哎，一个是什么？水分稍微多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它的墨色变化一定要有，一定要有。昨天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点评群里面还特意为大家说了一下啊，说一下什么？说一说我们的点叶的方法，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哎，注意什么呢？注意它的墨色变化。墨色变化就是我们常用的调墨的方法。哎，我一直强调我们调墨的方法叫什么？同学们，哎，有的同学应该啊，我们有很多那个老同学，我们在这个群里，我昨天专门特意讲这个点叶的方法，大家一起注意，点叶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呀？要注意我们调墨的方法叫什么？同学们能不能想起来？就是我们调墨的方法，很关键的啊，很关键的。对对对对，哎，你看你同学是不是？哎，老师一说就能想起来，因为我们常强调让大家注意一笔墨的运用，是不是？你看，来，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小树，你看啊，来，我就用一种墨色，我把它画出来，大家看一下，这是一种。来，我再给大家画一种，哎，我再画一棵小树，我把笔洗干净，笔尖调点墨，来，我再画一棵树。来对比一下，大家看，我大家对比一下，这两棵树，大家觉得
哪个感觉看到了以后觉得舒服？你看，一个是什么？就是一种墨色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同学我让大家是吧，一笔墨画下来，它的墨色，你看啊，由深是不是到浅，有个逐渐的墨色变化。一个呢，就是一个重墨下来，大家觉得我们左边的感觉舒服还是右边的感觉舒服？大家先看对比一下，是不是？哎，你不去对比，你不去试验，不去就是说强调它的墨的层次变化，你画出来的东西来说就是什么？感觉就是有一点单调，有一点板，是不是？缺少它的层次变化。我们一直追求，不管是我们什么用笔的线的变化，还有什么用墨的浓淡干湿的变化，都是强调两个字，同学们，对不对？哎，两个字，变化，是不是？哎，我们一定要追求它的变化。你看，哎，变化以后，你不管他们用，你画山石啊，画树木啊，是不是？哎，你的墨线有了变化以后，它的画面到完成以后，大家注意看，比如说我们画今天这幅构图，我前面的墨色也是重的，中间也是重的，后面也是重的，是不是？大家会什么？一看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平的，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呀？它没有空间的关系，没有说远近的空间关系。哎，你有了，你看我们有了什么线？大家注意看，前面线粗一点，越来线越细，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呢，墨色，大家注意看墨色是不是前面的墨重，越向后墨越来越淡，它有什么墨的浓淡的变化，是不是？哎，我们有了浓淡的变化。就是说我们上午也讲过这个词叫什么？哎，虚实，对不对？前面重的就是实的，后面淡墨就是我们要表现虚的东西，是不是？哎，虚实有致就是我们的浓墨淡墨有了变化，才会有什么？才会有空间，对不对？哎，才会有空间。说古人也总结了什么叫远近山川咫尺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哎，远处、近处的山石还有山川，是不是？哎，有了浓淡墨的变化，才会有什么咫尺千里的空间感觉，是不是？你看啊，哎，我们有了近景的树木，我们在后面，你看我再去处理的时候，越向后，我们的来看，越向后，我们的墨色有什么变化？来，大家注意看，越向后，我们的墨画小数的墨也有变化了，对不对？你看，我向后画的时候，是不是越向后？同学们注意看，越向后，我们的墨是不是我们是越来越浓呢，还是越来越淡呢？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的浓淡墨的变化，一直强调什么？近实远虚。对，你看，哎，看刚才说了，哎，你呢有了浓淡墨的变化，你看同学们就能总结出来，是不是？浓淡有变化，又形成了什么前后的对比，是不是？哎，你这样有了对比，有了浓淡墨的对比，这就产生了
哎，远近关系有了空间。因为中国画是不是它不是说以色彩为主啊，它是以笔墨为主。一定要注意，哎，我们中国画是什么？以笔墨为主。好，来小树，来，下边还是让它淡墨虚下来。下面啊，我们下面这是什么？水面，大家注意看，哎，下面是个小水面。我安排一些小船，大家看一下，我们画了一个小船啊。这种小船，哎，两条接口线，我们画一个什么？哎，平行四边形。大家注意看，哎，我们画这个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船。它们有什么？来看，这是一种，哎，大家注意看啊，这和我们的平时画的渔船有不同啊，不同。来，哎，这种船呢，对对对，你看，同学们一看就知道了，是不是？哎，这叫什么？平底船，是不是？哎，这种平底船。这是我们在什么？哎，小的这种平的这种水面上会用到这种船，是不是？哎，平底船，它的结构啊比较简单。倒影，完成。你看，哎，处理的时候啊，画完了墨杆以后，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去加一下淡墨？大家看，在什么地方啊？大家注意看，是不是？哎，我们在水口的位置，哎，刚才大家就提到了一个这个词啊，你看我在水口的地方，我加一点淡墨，为什么要加淡墨？大家注意看啊，哎，刚才同学们就总结了，哎，老师，刚才有的同学就说到了两个字，你看我在这个瀑布的地方，我加一点淡墨，来。加了淡墨以后，大家注意看，加了淡墨以后，它有什么变化？你看，形成了什么呀？同学们，形成了什么？一黑一白。刚才同学就想到了两个字，形成了啊，很明显的是吧？一黑一白形成了什么？对比，对对对，你看，有的同学就想到了，是刚才有同学就想到了，刚才我们讲什么？讲墨的变化，浓淡墨的变化就讲到了对比，是不是？哎，这也是啊，我们形成了黑白的对比，是不是？哎，用黑对比白，我们的瀑布是不是更加明显？所以说它也是啊，它也是各种，比如说我们粗线与细线的对比，是不是？重墨与淡墨的对比，哎，都是各种哎对比的因素在里边儿。好，你看，我们可以在什么？
哎，在山顶的地方点一点，刷来一点重点的墨色。好，加一点啊，我们在山上加一点重点的墨，让它和上面啊和前面的这个我们勾的这个山石结构，哎，把它融一下。好，好，来，好的，可以啊，我们可以设什么？前面山石上面，大家注意看，前面山石上面我们可以用什么呀？用点胎法加一下我们山石上的小灌木也好，小草也好。哎，加一点。大家注意看，加的时候也是啊。我们比如说在山石的后面，是不是树下面可以加一点，然后在山石的这个凹的地方、凹陷的地方，它这地方比较潮湿，这个地方也可以加一点。不重，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点的时候水分大啊，所以我们染的时候，我们这个泼墨的时候啊，水分要大一点，不要干啊。有的同学这个泼墨的时候用的墨特别干，他这就是说，哎，整个它糊到了一块儿，就是它的落墨以后，它的墨它没有什么，没有那个层次的变化，没有显出来。我们加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水分大一点，让它自然的有个墨的那种层次的晕出来，这样去表现啊。来，下来，有的同学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很多1号这个拍了1号的以后，同学们有更新到2号课里边，也就是说，有的同学自己，比如说我想省时间，这个作品来说，我需要哎掌握什么知识啊？是不是掌握什么知识点呢？我想进步的快一点啊，是不是？哎，我们就直接拍到2号课，因为这个怎么去画？哎，我们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绕进的方法？是不是？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点评课里边，你问老师，我这幅作品为什么我画的和你的有什么距离，差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哎，老师在点评课就告诉你，哎，你不足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需要提高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你就少了中间自己琢磨呀，是不是？你就去，对，好，来，好，我们上色啊。现代的作品和传统作品上色的方法有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先上什么？也是啊，先上一点赭石的颜色。来，它的颜色和什么？和我们传统的不一样。传统的就是说，它有什么？有一定的规律。比如说上小青绿呀，先上什么颜色，后上什么颜色，它都有一定的规律。但我们现代作品来说，它是根据什么？根据画面的不同，我们设色也是随着这个画面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墨色的变化呀，山石的结构啊，我们去调整它的着色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哎，这是的颜色，上一遍。上完以后，哎，再调绿色，我调一点绿色，花青。注意什么呀？我们上色的时候注意区分什么？区分它春夏秋冬的。哎，这个我们一定要什么？你上色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哎，我们春天呢上什么颜色？夏天上什么颜色？哎，秋天又上什么颜色？是不是？它都有什么色调？哎，以主色调为主。不是说我们画什么呀？你画春天的时候，哎，它的绿色是什么色调？是不是？哎，你画什么？要画夏天呀，它有什么色调？它都是不一样的啊，就需要我们哎调色的时候、上色的时候，你要先要掌握的。来一点，来注意看，哎，我上这点绿色以后，能不能看出来？我今天要表现的啊，是什么季节？好，哎，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啊？来，我再上点别的颜色。能看出来是吧，同学们？哎，对，我们画的啊，今天的颜色，哎，是春天。大家注意看，它的绿色是不是？哎，它的绿色偏一点什么呀？偏一点黄，是不是？哎，偏一点黄的绿色。好，再来近景部分，山石上面让它颜色深一点。你看，画完墨稿以后，是不是需要什么？哎，需要我们后期的颜色去做调整。你想表现什么季节？你看，你掌握了墨稿，是不是？你有的同学就是啊，我画山石画会了，我上别的那个有的上别的课学会了啊，我画山石树也知道怎么画，山石怎么画。哎，爷爷说能不能哎，我想求你一幅画？一说同学们是画画的，哎呀，特别崇拜，哎，能不能求一幅作品？我想画个，比如说想要个什么，想画个秋天的，是不是红云当头啊？我想画一个春天的桃花盛开，是不是？夏天的这个这个源远流长的这种题材，不会。哎，我只学会了画这个墨稿，没学怎么上色，对，是不是？哎，你看，
所以上色也是很关键的啊，在我们这个山水画里边也是很关键的。尤其我们什么？尤其我们的现代的作品，它吸收了什么？吸收了我们的很多西方的，比如说油画啦、水粉啦、水彩啊，吸收了很多这些色彩的表现手法。哎，来完善我们的中国画，是不是？哎，在我们的传统的水墨基础上，哎，我们对色彩啊也改变了很多。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重彩，有的现在这个同学们，比如说喜欢上的话，都会关注到什么一种什么泼彩的方法呀，比如张大千大师的，是不是？哎，泼彩啊，还有我们近代的宋文治的老先生的泼彩，是不是都很漂亮？他又吸收了很多这个油画的这种方法。还有什么呀？后来这个点彩的，我们魏子虚，对不对？魏子虚老师的这大师的，他这种点彩的红印，你看他画那个点彩的很多这个秋天的那种红色，特别漂亮。他都是吸收了一些这个我们西方的颜色，西画里边很多点彩的颜色呀、色彩关系呀，还有的肌理，是不是特殊技巧？这是我们现代题材丰富的地方。不上色就很漂亮了，是不是？哎，有的喜欢，有的同学就是，哎了，我特别喜欢这个水墨的，这可以，你可以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上不上色就可以，你上点淡墨。我们里边啊，我们课里边有什么？有特意为大家喜欢的画水墨的，我们专业这个有一个水墨的这种课程啊，画什么黄山云海的，它的里边啊。不管是我们的山峰啊、树啊，是不是？还有那云呐、都是以水墨为主的。嗯，哦，哎，好，来注看啊，水口的地方来一点。远山，哎，我们远山呢，大家注意看啊，有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课里边讲过啊，比如说我们染云的这种色彩啊，还有点叶儿，是不是点树叶的那颜色，是不是都是一种颜色啊？远山也是用叫墨青色，同学们对不对？哎，我们染云呐、画远山呐、是不是都会用到这个颜色？倒影，来，我再调一点，还是啊，我们春天的感觉还是不明显，大家看一下，我调个颜色，这样大家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啊，这种气氛、这种感觉效果就出来了啊。来，虽然这个颜色啊，我们在这画面上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它是很明显。哎，大家看，哎，我们现在点的这个啊，
这是什么树？来，来看，现在我们点的这个颜色是什么树啊？哎，点上这个以后，看我们这个春天的这种气氛啊，这种氛围就明显了。开始的时候，你单看山啊，看树啊，是不是不明显？来，你加上这个以后，你看，对，小桃花是不是？哎，山里边这种小桃树，来，看完以后，我们下边水面也要调一点颜色，花青、藤黄来一点，加一点三绿。来，我先染水面啊，来一点。来，进去的小水面，我加一点绿色。哎，大家根据我们的画面，同学们，哎，能不能想到有船，有桃花，有瀑布？大家能不能想到这个古诗词的话，想到哪一句？你想，你看我们常讲什么？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不是？哎，好，你看，在我的墨色地方，
是不是？哎，在我们的墨色地方去点彩的话，它的颜色是不是更亮？如果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就墨做底色。哎，它没有对比，你的颜色就反衬不出来。现在啊，三绿的颜色，哎，我们点的是三绿啊。三绿加一点，哎，下面让它和山峰下边的颜色融在一起。加一点就可以啊。再我们也是啊，刚才同学还说了啊，老师这个墨是不是重？你看上了色你就知道为什么墨要这么重。它不重的话，我们这个三绿色就对不对？就衬托不出来。一定要形成一个强烈的什么对比。好。前面我们的小树，好，也需要我们点一点颜色。你看是不是？哎，我们现代的，你看绘画这个方法呀，设测的技法呀，是不是已经吸收了很多这个别的画种的，比如说油画、水粉的很多它的设测的方法，比如说点彩。在我们的三绿上面，你看，我们再加一点颜色。我们先用什么？先用三绿，再用什么？再用二绿，再提一下。来，大家注意看，这个绿色是代表什么？代表，你看，我们这个绿色代表山顶上的，我们是云呢，还是树木？大家先分清啊。对，是不是？哎，代表我们春天山顶上的，哎，这些绿色的树、灌木、植被，是不是？大家注意看，淡墨啊，我们泼墨的时候有浓淡的变化，所以上色的时候它也有了浓淡的变化。它不是分墨的浓淡，是分颜色的深浅变化。好，大家看这样出来以后，我们的颜色是不是？哎，春天什么表现手法，夏天什么表现手法，是不是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哎，你需要掌握的技法，也是它的步骤啊，它的调色的技巧啊，是不是都有什么呀？都有你要掌握里边的方法和规律。